我高考分数666，女同桌却篡改了我的高考志愿，给我报了清华和北大。结果我毫无意外落榜，一切只是因为高考我俩分到一个考场，他求我帮他作弊，我没答应。我家境不好，爸妈早亡，是爷爷卖糖葫芦将我养大，高考对我至关重要。我去质问女同桌，她却振振有词，我这也是为你好，你自己不争气怪谁？我气得要报警，她却猛地变脸，笑得狰狞，没有证据谁会信你？你不是傲气吗？你个穷鬼，现在连大专都没得上，看你怎么傲！话音落下，他猛地将我扑倒，一阵撕扯，而后边脱衣服边冲到外面大喊说我要强奸他。我被愤怒的路人强行扭送到派出所，即将被判强奸未遂。他和家人还去骚扰我爷爷，狮子大开口索要100万赔偿，把我爷爷气得脑出血倒地，他们却没叫医生，转头就跑。我爷爷在地上挣扎良久，咽了气。女同桌去看我，得意地告诉了我这个好消息，一脸怨毒，谁让你那么小气，让你给我看一眼答案都不愿意，你毁了我的未来，我就要毁了你。再睁眼，我回到考场，身后女同桌正在踢我凳子，暗示我给她答案。这次我反手一个举报，老师，后面这人踢我凳子，该让我答题。率先醒过来的不是大脑，而是臀部传来的晃动。我猛地聚神，发现自己重生了，重生到了上一世悲惨人生的起点。后座，我的同桌柳如烟正在踢我的板凳，她想让我帮她作弊。上一世我没答应，因为作弊的结果就是双方全都要被取消成绩。我出身草根，父母早亡，是爷爷靠卖糖葫芦给我养大的，不想穷困潦倒一生，高考是我唯一的改命希望。我的成绩优异，断然不会做出帮别人作弊这种自毁前途的事情。高考成绩公布，我的成绩是666分，分数足以让我去心仪的重点大学。可万万没有想到，没有帮柳如烟作弊，她竟怀恨在心。不知道什么时候偷看了我填报志愿的账号和密码，报名截止前，她把我的志愿改成了清华和北大。等我见到手机的提示信息时，高考填报志愿的时间即将截止，我顿时五雷轰顶。以我的分数，报考清北压根就等同于落榜。我疯了一般想要修改，却发现手机端无法操作，我只能赶紧骑自行车跑去了镇上最近的网吧，可仍是没有赶上，平台已经关闭入口。我毫无疑问的要落榜，人生最有希望的转折点就此消失，我的人生废了。愤怒的我找到了柳如烟，我初次报志愿的时候，她就坐在我旁边，只有她能看到，能偷窥到我账号信息的只有她。见我过来，柳如烟却冷哼不断，叉着腰嘲讽我，我也是为了你好，清华北大谁不想上啊？你自己不争气，没考750分，怪得了谁？当时我被气得心脏都快停跳了，随随便便篡改别人的命运，却如此振振有词。我哆哆嗦嗦说要报警，柳如烟却忽然笑得更加狰狞，没有证据，谁会信你？你个穷鬼，现在连大专都上不了，我看你还怎么引以为傲？然而这还远远不够。说完后，他突然扯烂自己的衣服，扑在了我的身上，大喊非礼。等人过来后，哭哭啼啼地说我要强奸他，让群众帮忙报警。我当即被热心群众扭送到了派出所，费尽了口舌也无法洗脱嫌疑。附近刚好没有摄像头，有热心群众信誓旦旦地作证，说看到了我的恶行。我就这样被关了起来，即将被判强奸未遂。但厄运远未结束，柳如烟和他妈妈又去骚扰我爷爷，张口就要100万赔偿，才答应和解，让我出来，还嘲笑我爷爷，说我家以前是不是出过强奸犯，血统里就带这么个肮脏基因。我爷爷跪下给他们道歉，只求他们能放我一马，但他们却不以为意，还说我爷爷也不是什么好东西，做糖葫芦的材料，鬼知道是不是从丢弃的烂水果里捡来的。接着他们就在集市上大吵大闹，说我爷爷教育出来了一个强奸犯，叫大家都不要买糖葫芦。我爷爷愤怒交加，气得突发脑出血，倒在地上。这两个始作俑者非但不救人，还怂恿别人不要管，担心被讹诈。说完他们就跑了。有跟我爷爷认识的好心人叫了救护车，但已经为时过晚，我唯一的亲人离世了。柳如烟不解气，进去看守所，把这个好消息告诉给了蒙受冤屈的我。他一脸怨毒，谁叫你这么小气，让你给我看一眼答案都不愿意，你毁了我的未来，我就要毁了你。看着阴险毒辣的柳如烟，做不出任何抵抗的我急火攻心，眼前一黑，后脑勺重重地摔在了地上。再度睁眼，老天爷又给我一次机会，这一世我不能再被动了，我要主动出击。老师，后面这人踢我凳子，让我无法安心答题。我举手示意，就算看不见也知道后面的柳如烟脸有多黑。我心中冷笑，这才哪到哪，把腿收一收，不然判你作弊，成绩取消。戴眼镜的女老师目光从我的脸庞扫过，落在了柳如烟的身上。对不起老师，腿麻了。柳如烟一边解释，一边又猛踢了一下我的凳子，像是在发泄不满。老师，他又踢了，我要投诉。第一句是提醒，这次我很严肃地提出了这个问题。老师从讲台上走了下来，站在了柳如烟的旁边。叫什么名字？报告老师，我叫柳如烟。考场警告一次，如果在。对不起老师，我的意思是我要投诉他恶意骚扰。我重申诉求。女老师扶了扶镜框，看了一眼我的答题卡。没错，这时候我已经做完了。老师问我，你确定要投诉？后面这位同学应该不是故意的。第一次我也以为他不是故意的，但是第二次很明显是在泄愤，所以老师，考试结束后我要申请调监控，因为考试还没有结束，我们不能聊太多。女老师点了点头就走了。后面一直到考试结束，柳如烟也没敢做出任何小动作。我还凭着记忆趁机改了上辈子的好些错题。交卷铃声响起，卷子收走后，柳如烟路过我，恶狠狠地看了我一眼。你别走！我喊住了他。柳如烟回头，一脸的凶相。正巧，你还真是小气到了极点，给我看一眼答案都不行。我算是认清你这个人了，咱们走着瞧，穷鬼，有你好看的。
我说了让你别走，否则后果应该会很严重。呵，举报我骚扰？你去啊，怕你我就不姓柳。柳如烟还是走了。我只身来到了办公室，拦住了欲要离开的老师们，直接找到了刚刚监考的那个女老师。老师，请您帮我调一下监控。女老师笑着对我说：郑乔是吧？刚刚看了你的名字，高考都结束了，而且我看你那时候题已经答完了。后面的女同学说了，她不是故意的，要不就算了吧。我也微微一笑，老师是不是故意的我能感觉出来，现在不光是骚扰了，刚刚她对我发出了威胁。哦对了，还有踢板凳的真相。几名老师互相看了一眼，满头雾水，但是拗不过我，还是同意给我调取考场监控。拉到踢板凳的时间线，画面放大，几名老师看到后皆是眉头一皱，问我他是在叫你？应该是，不过我深知考场的规定，所以没搭理他。结果柳如烟最后踢我那一下也被记录得清清楚楚，傻子都能看出来是因为我报告了老师，用力泄愤呢。这种情况在考场上应该怎么算？作弊未遂？一名男老师狐疑地询问，其他老师们若有所思地点头，但又摇了摇头，回应道不敢直接说想要作弊，但是肯定构成骚扰了，处分跑不了。我在旁边听着，视频继续播放，然后就到了柳如烟跟我叫嚣亲口承认的那一段，几名老师的脸瞬间就黑了。你们认识？他是我同桌。我回答得很干脆。同桌怎么了？我没做什么违规的事情，别说同桌，兄妹关系我都不怕。所以各位老师，这件事应该怎么处理？这几名老师很明显以前没经历过这种事情，一时间语塞了。还是其中一个人把主考官给叫了过来。主考官看完后直接下了命令，查查叫什么名字，这科成绩作废，把以前科目的监控也都调出来严查一下。好的，名字已经知道了，叫柳如烟，我们这就去安排。怎么了？这是？刚说完柳如烟的名字，一个男老师就走了进来。这人我认识，熟得很，是柳如烟的大伯，我们当地一所职业高中的校长。上辈子我非常后悔给他下过跪，可能当时真的觉得走投无路，无计可施。我把最后的希望放在了这个知识分子的身上，以为能当校长，思想肯定有高度，能帮我说句公道话。殊不知我被污蔑成强奸犯，不少造谣文章和批判我的小作文都是他捉刀的。可以说仅凭文字，他就把我从一个优秀学生贬成了猥亵犯。刘校长，你来的正好，有个同学作弊没成功，被这位同学举报了，现在要按规定处理。有这种事？这帮兔崽子真的是无法无天了。我看看。柳如烟大伯装腔作势的看完了监控，我发现他额头冒汗了。行了，就按我说的处理吧，都散了。主监考官摆了摆手要离开，柳如烟大伯神色不惊，隐藏极深的拦住了他。老杜，高考啊，决定的是一个孩子未来的路，没准他是在开玩笑呢。我们不能就这样轻易断送了任何孩子的未来啊。主监考官看向了我，我摇了摇头，对不起各位老师，我不同意。我严肃要求追究柳如烟的责任。柳如烟大伯听闻，假惺惺的过来劝我，小伙子，不是没造成什么后果吗？你一追究，他的未来就完了。大男子汉肚子里能撑船，对吧？刘校长，您说的话有一部分我不能苟同。高考是每个人的人生大事，不是他一个人的，他的未来跟我没关系。我只知道如果我没答完题，他会影响我的发挥，很有可能导致我考试失利，这不是没事吗？柳如烟大伯笑容不减，我正色的看着他，万一有事，我的未来谁买单？追究是我的权利，您不用再劝了。如果这件事处理起来繁琐的话，就不麻烦各位老师了，我去教育局。一听这话，主监考官连忙说道，按规定处理。老柳，别劝了，这小伙子说的没错，这事没出事，出了事都是自己的。不行，我不同意，这样武断，不符合流程。柳如烟大伯变脸了，继续跟我说，同学，我想让你再好好考虑考虑，是不是真的要举报？举报上去，如果被判定不成立，肯定会对你未来造成影响的。告诉你，我不是危言耸听。我冷冷地看着他，斥道，对，你不是危言耸听，你是在威胁。什么威胁？我这是跟你说一下利害关系。柳如烟大伯当时一脸心虚，我摇了摇头，柳校长你不真诚，说这些的时候脸红脖子粗的，明显极了。我知道你想为自家侄女争取一下，但前提是能争取才行。证据就在眼前，说那么多有用吗？几名老师，包括主监考官在内，顿时脸色一变，齐齐看向了柳如烟大伯，眼中俱是审视。柳如烟大伯咽了口唾沫，干笑着把我拉了出去，脸上在笑，眼里却闪烁着逼人的寒光。同学，这件事就没得商量了吗？我直视他的目光，毫不闪躲。一个死过的人，什么都不会再怕。许是被我毫不退让的气势震慑住，柳如烟大伯又变了个态度。这样，你等着，我这就把那个死丫头喊过来给你道歉。他当着我的面把柳如烟喊了回来。回来后的柳如烟依旧不服，鼻孔朝天的看着我。懦弱的东西，你还算是男子汉吗？敢找我大伯？我告诉你，这件事没完，我玩不死你个穷逼。我笑着看向他大伯，这就是你把他喊回来的目的？柳如烟大伯眼睛一瞪，一巴掌扇在了柳如烟的脸上。小兔崽子，做错了事还有理了，还不赶紧给这位郑乔同学道歉？柳如烟捂着脸，满脸的惊愕。大伯，你为什么帮他？我给他道歉？他也配？我呸！你在考场上做的那些动作，说的那些话，忘了吗？我告诉你，如果郑乔追究你责任的话，你今天这个成绩直接作废，别的科目也会严查，只要有半点小动作，统统都是0分。柳如烟看着咆哮的大伯，眼睛越瞪越大，一脸震惊的看着我，但其中仍写满了不服和愤恨。郑乔，你个穷酸，你赢我！啪！柳如烟又挨了一巴掌，还不知错？我让你道歉，否则你这辈子就完了。高考作弊这个黑历史会跟随你一生。
柳如烟哭了，不知道是疼的还是被吓的，执拗的朝他大伯大吼：“我就不道歉，完蛋就完蛋，有什么大不了的？你这个死丫头！”他大伯举手还要打，我实在没啥心情再看了，转身就走，结果却被他抓住肩膀。郑乔同学，我们可以给你赔偿，你说个数，有钱了不起吗？我脚步未停，头也不回。他着急了，猛拉着柳如烟挡在了我的面前，扑通一声按着柳如烟就跪下了，样子跟上一世我给他们家下跪时一样狼狈。郑乔同学，看在你们两个是同桌的份上，放他一条生路行吗？柳如烟急切挣扎着想起来，肩膀和脑袋却被死死按着，动弹不得。大伯你干嘛呢？我不给他下跪，他不配，他家里就是靠卖糖葫芦活着的穷鬼，有妈生没爹养，他不配我给他跪。柳如烟大伯一脸恨铁不成钢，够了，你这个死丫头，利弊跟你说了，你还不懂？那我就再跟你说明白点，有高考作弊的黑历史，以后随便找哪个企业都不会要你。你想以后去工厂拧螺丝吗？你什么都做不了，好好活着都是个问题。你爹妈还指望着你养呢。柳如烟浑身一震，不挣扎了，也不知道是不是被骂开窍了。就你这平常人的脸，想嫁入豪门啃老公也难。你说你不上大学，你想干啥？还不赶紧给郑同学道歉？柳如烟抬起头看着我，眼中终于没了那不可一世的傲气，但语气里却仍是明显的不服气。郑乔，我不该这样做，对不起，你别再搞我了。呵呵，我俯视着他，你的道歉我不接受，这件事我不会就这样算了的。柳如烟大伯脸上的谄媚登时一僵，眼中寒光一闪。郑同学，你这就过分了吧？柳如烟大声质问我，我又没看到你的案，有什么大不了的？你就这么想毁掉我的人生？有什么大不了？他以为只是这件事，没什么大不了，却忘了高中那几年他是怎么侮辱我的。糖葫芦小子、穷三代、郑孤儿，都是他给我起的外号。越是人多的时候，越喜欢把我的家世和穷困生活拿出来宣扬，好似在说我有多悲惨，他有多幸福。我所受的白眼和嘲笑，厚厚的日记本都写不完。终于熬到了高考，成绩出来后，他又更改我的志愿，毁我的人生，还害我唯一的亲人死亡。世间轮回，苍天有眼，让我再活一次。这辈子我的目的就是要毁掉他，像他当初毁掉我一样。郑乔，我说了对不起，你还想怎么样？我给你钱，很多钱，我家有钱，我赔你10万行不行？我冷笑，我想要的自己会争取，包括这件事，走之前就跟你说了，后果可能会很严重。说完，我转身就走，找到考官再次强调了我要追究的决心，不顾柳如烟叔侄恨不得杀了我的眼神，转身出了考场，坐上了去家里的大巴车。在车上，我便写了举报信，直接发给各个相关部门。到了家，爷爷还在集市上没回来，我早早的做好晚饭，把家里面收拾得干干净净。纵使是我的高考大事，爷爷也没感谢一日，他担心将来我大学花销不够，每天都是早出晚归，只为多赚很多人都看不上的那10块8块。天黑的透透的，爷爷才推了自行车回来，我忙迎上去帮他把固定着糖葫芦垛的自行车摆好。爷爷笑呵呵问我，玩儿怎么样？考得顺利吗？我谦虚了下，挺顺利的，我估计能考650以上，600多分。我的个乖乖，咱们郑家祖坟冒青烟了。爷爷很开心，我笑着跟他说，爷爷，等我上了大学就接你去大城市。不去，大城市我不适应，只要你好好的就行，你有学问，得去大城市见见世面，过好日子。爷爷嘴上说着不适应，实际却是怕给我丢人。柳如烟给我起的外号都传到过爷爷的耳朵里，爷爷甚至背着我找过老师和校长，恳求他们管管那些霸凌者，只是我假装不知道而已。我拉着爷爷粗糙的手坐到饭桌前，爷爷，听我的，你跟我一起去，我才能安心的读书，将来读研究生，读博士。你要是不跟我去，我就不上学了。好，爷爷去，爷爷听你的。我的乖孙还能读博士啊？那不跟古代状元一样？我故意夸张的表示，差不多吧。我们爷俩相视而笑。请问郑乔同学是哪家？哦，谢谢啊。门外忽然传来了问路的声音。很快，柳如烟大伯爸妈拿着一大堆礼品来了，后面还跟着个扭扭捏捏的柳如烟。爷爷有些茫然地看向我，因为被起羞辱性外号的问题，他是认识柳如烟的。我直言不讳，爷爷没事，他高考想作弊抄我答案，我没同意，把他举报了。几人一进院子就开始嘘寒问暖，一会儿说我爷爷身体真硬朗，一会儿说我爷爷做的糖葫芦好吃，山楂质量嘎嘎好。我呵呵，鬼知道他什么时候吃过。可以说他们的态度跟上一世形成了极大的反差。前面铺垫的差不多了，对方开始步入正题，还是老一套，想劝我撤销举报，放柳如烟一马。我也直接摆手送客，把你们拿的东西拿回去吧，我们乡下人吃不惯。至于举报的事，我的决定不会改变。小伙子，咱们再好好谈谈，没什么事是解决不了的，又不是什么天大的事，对吧？他妈开口了，我只是笑了笑，没说话。不是天大的事，当初我在局子里知道爷爷被气死的时候，杀了你们的心都有。是啊，就一点小事。而且我听如烟说了，郑乔同学学习成绩一直很优秀，上985那都是铁板钉钉的事情。这样，成绩出来后，我负责你的志愿填报，帮你推荐一所好大学，行吗？柳如烟大伯随声附和。看着这一家丑陋的嘴脸，我是一点心情都没有，转身回了屋子。填报志愿，我可不敢找居心叵测的人帮忙。我不会找张雪峰吗？爷爷站在原地不知所措。老一辈太善良了，经不住别人这样夸自己的孩子。很快他就回屋问我，婉儿，如果没影响的话，要不就算了吧，学生都不容易，都盼着高考出人头地呢。我耐心地跟爷爷解释，爷爷，这件事没有你想的那么简单，这里头有事儿，我不能妥协。他们一家人见我们回了屋，也追进了屋子，开始做我爷爷的工作。老爷爷，
孩子之间闹了点小矛盾，本就没什么大事，要不您帮着劝劝？我爷爷看向我，我摇了摇头。爷爷很清楚我是什么样的人，见我如此执着，也不会帮着说别的，就起身倒了几杯水。我老了，家里都是玩说了算，你们还是好好跟他说说吧。几人一听，几乎是心灰意冷。接着就上演了一场史诗级大戏。柳如烟他爸妈玩起了苦肉计，开始对他进行了男女混合双打，打得柳如烟惨叫不止。说的话也很简单，骂他不守纪律，不知道考试多重要什么的。对外号侮辱什么的事情却是只字不提。不过也是，这种高高在上的人肯定不在意他们的姑娘在学校怎么侮辱别人。孩子的恶意不是跟父母学的，就是被父母纵容的，他们也是元凶。就这样闹腾了足足半小时，紧接着又想让我松口，我抬手打断，抱歉叔叔阿姨，你们想教育孩子回家教育，在我这里事情谈不通，东西拿回去吧，不送了。我下了逐客令，他们应该也看出来了我意已决，一个个脸色微变，再没有刚刚那样的奉承。柳如烟更是如此，咬牙切齿地指着我，正巧毁了我，你也别想好过。行，我等着。我淡淡回应，目送着他们离开了这里。后来一阵子，柳如烟家里的七大姑八大姨等各种亲戚也轮番过来当了不知多少回说客，只是次次不通，后来也就放弃了。终于高考成绩公布，我成绩比上次高10几分，在我们学校排在前3。怀着激动的心，我跑去镇上的网吧准备填志愿。可能是命运必要遭受此劫，我见到了柳如烟，她正在和朋友在网吧里上网打游戏。见我进去后，恶毒的目光直愣愣地看着我。没错，作弊的事儿铁证如山，她的成绩被清零了，这辈子几乎完蛋了。没有哪个好大学会要一个有作弊史的人。如今这样看我，很正常。我没搭理，自顾自地坐在了机位前，开始输入账号和密码，按提示操作。刚登录界面，我猛地回头，却看见一个陌生男人正站在我身后，死死盯着我的电脑界面。被我抓住，他尴尬一笑，没看过，好奇。说完赶紧走了。我斜睨了一眼坐在角落的柳如烟，没记错的话，我刚进网吧时两人说过话。看来上辈子他就是用这个办法偷看了我的账号密码。我面色如常，填上了我已经决定了2市的大学。没关系，上辈子偷，这辈子我还让他偷。填完下机回家吃饭。这全程柳如烟都没找我麻烦，以他的性格，这样做要多假有多假。可惜前世我却没注意到异常。后来连着几天，一切都风平浪静，除了我手机莫名消失了，在高考志愿填报截止的前一天，一个2手机倒也不值钱。我从容地去补了个卡，估算着时间到了网吧，登上账号和密码一看，志愿果然被改了，已经成了清华和北大。以我如今的分数，报考这2座学府仍是有点悬。我神色不惊地改回原来的志愿，顺便把密码也给改了。一切搞定后没多久，我看着平台显示填报截止，满脸悲愤地找到了柳如烟。柳如烟，你无耻，你为什么要改我的高考志愿？柳如烟冷笑一声，正巧，你说啥呢？还装饰吗？那天在网吧是你让人偷看了我的账号密码，我手机丢失，也是你干的，你为什么要这么做？柳如烟站起来，抬头看了一眼周遭环境，忽的嘴角上扬。我也是为了你好，你自己不争气，怪得了我？我怒喷，你分明就是报复，什么为了我好？我600多分能上清华和北大吗？你这样是故意想害我落榜，那我就不管了，人家可是真心希望你上名牌大学呢，谁让你没用，考不到满分呢？你真是个天生的恶坯子！我冷冷地看着他。柳如烟被这句话激怒了，我悟，你对我做了什么自己不知道吗？你让我这辈子都毁了，我改你志愿怎么了？是你活该！呸，穷鬼，看你以后还怎么熬！你就只配回家给你那死贵爷爷串糖球，给你抄答案是我的义务，我凭什么帮你作弊？我反问，不是义务，但是我要你就得给，你一个穷鬼土逼，有什么资格拒绝我？柳如烟趾高气扬，声音颇大。我无奈的点头，好好好，我说不过你，那就要让警察叔叔来教训你，篡改高考志愿是违法的，报警！没有证据谁会信你？柳如烟忽的一笑，一把扯碎了自己的轻薄的上衣，瞬间扑过来，将我扑倒在地，在我怀里一阵撕扯。我一边挣扎一边大喊，你干什么？当然是毁了你，非礼啊，强奸啊，猥亵啊，又色狼啊，来人啊，救命啊！很快就有人闻声冲了过来，把将我扯开。柳如烟演技不错，这时候眼泪已经下来了，坐在地上捂着脸嘤嘤直哭，指着我控诉，这人要强奸我，呜呜！光天化日，朗朗乾坤，看着你年龄不大，胆子倒不小。大家把他控制住，送派出所。围观群众义愤填膺。见此，我淡淡的说道，不用你们送，我自己报警。喂，警察吗？我报警，有人诽谤污蔑。挂断电话，我嘴角勾起，看向柳如烟，见我一脸淡定，柳如烟不淡定了，她不懂我想要做什么。警察来了以后，我和柳如烟被带到了派出所，包括其中几个正义感十足当证人的路人大哥。笔录是分开做的。警察问我怎么回事，我也不担心，把偷偷藏好的纽扣摄像头拿了出来，视频交给了警察。这是我贷款买的，还支持实时在线云传输，贵但值。警察看完视频后都忍不住吐槽，一个18岁的小姑娘哪来这么大心机？同学，你的高考志愿被她篡改成了清华和北大。我点头，是的，不过好在我发现的及时，在系统关闭之前把志愿改回来了。但是我不能就这样算了，我要追究她的刑事责任。这件事确实不能姑息。据我们调查，她还在高考考场上作弊了，好像跟你有关。警察了解到的还是很多的。我说了前因后果，一旁的警花都听无语了，真给我们女人抹黑。我摇头，坏的从来都是个人，不是一个群体。她坏不是因为她的性别，只是因为她坏。
这事儿横竖我才是受害者。做完笔录后，我意气风发地走了出去。只听楼道里不知道哪个审讯室里，柳如烟正在大喊：“为什么靠我？我犯了什么罪？你们松开！我要举报你们！大小姐当惯了，自己做了什么都不知道。”在走廊长椅上坐着的大哥还等着做笔录呢，就被警察通知不用做了，可以走了。那大哥一脸茫然，看我的时候，我都怀疑他是不是认为我是关系。当天夜里，不出意外的，柳如烟的七大姑八大姨又登门了，那可以说是好话说尽，求着我不要追究说柳如烟已经够惨了，并且为了增加事情的成功率，他们还动用了超能力，眨眼一瞧，起码10几捆。要说上辈子他们诬陷我，张口就要100万赔偿，这一世轮到柳如烟即将面临牢狱之灾，只值10几万。我面无波澜，目光扫过，我好像看到柳如烟大伯拿着个什么东西，是摄像头，隐藏式的。巧了，跟我买的居然是同款，这是准备套我来了。郑同学，你跟如烟到底有什么隔阂？怎么会仇视到这种状态？没关系，你只管跟我说，我只是想知道真相。录下来，到时候找点空子胡乱剪辑，帮柳如烟开脱。我呵呵。柳校长，您作为一个校长，首先这话说的就有瑕疵。没有隔阂，高考我就可以帮他作弊吗？没有隔阂，他想作弊我不答应，他就3番2次踢我凳子报复，试图影响我发挥，我就不能举报他吗？您作为一个知识分子，肯定比我还懂考场纪律，您怎么会问这种问题？柳如烟大伯瞬间就语塞了，尴尬的回应：我不是那个意思，我就是想了解一下你们2个的过去。我点点头，好，然后拿出一个日记本，日记本里记录的全是柳如烟如何在学校里侮辱我的，拿去看吧，我自己还是挺工整的，应该能看懂。这一家人围着打开了日记本，结果个个黑脸，无奈赶紧把日记收了起来。郑乔同学，我没想到如烟在学校里这么强势，你放心，我一定好好教训教训他。我面无表情，不用跟我承诺，跟我没关系。别呀，郑乔同学，我们真心需要你给他一次机会，你就大度一点，原谅他。你现在不是没事吗？我厌烦地皱起了眉头，这话还要说多久？又是高考踢我凳子，又是篡改我高考志愿，甚至还想诬陷我强奸，这一桩桩一件件，全是奔着毁我一生来的。我凭什么大度？凭什么要原谅他？劝人大度，天打雷劈，一大家人再次被赶走。他们想把钱留下，但苦于我要报警告他们，只能拿回去。都走了以后，我爷爷问我：娃儿，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情瞒着我？我看着爷爷的眼睛，扑哧一声笑了。我能有什么事情瞒着您？好好休息吧，明天我们就离开这里。怎么这么急？我很想说，以他们的作风，很快就会找我们的麻烦。我担心爷爷的安危，提前走不是什么坏事，反正录取是铁板钉钉的事情。爷爷为第一次出远门做足了准备，大包小包的拿了很多东西，有10几年前的衣服、吃的、喝的、用的，连洗脸盆都带上了。我没拦着，只是笑看着。老一辈人吃过苦，知道赚钱不容易，如果不让他们带，到了地方再买，他们会舍不得。打上出租车，我们出发去车站。本以为能够开启新的人生，却未曾想麻烦是追着来了。我报考的那个学校招生办打电话给我，说要跟我确认一下柳如烟的事情，还说我们之间的事太复杂，如果解释不清，可能导致无法入学。听完电话，我第一反应就知道，一定是柳如烟大伯搞的鬼。还记得他上次信誓旦旦跟我说可以帮我搞定报志愿的事，难道他动用关系跟那所大学串通一气了？爷爷，临时有点事，咱先不去了。啊？哦，行。走到一半的我们折返回来，回了家，我又把电话打了过去，跟对方详细说明了一下事情经过，并表示自己有监控视频为证，可以发给他。未曾想对方一句话噎住了我，可能你真的有证据，但是我们学校不想要太复杂的学生。太复杂的学生是什么意思？你是不是偷偷录像，把那个女同学送进了公安局？这不是我维权的手段吗？老师，难道我就应该看着他把我污蔑成强奸犯吗？我不是这个意思，算了不说了，你把手头上的事情处理清楚了，咱们再谈吧。请稍等一下，老师。我阻止了他挂电话，问道：您是不是认识柳正营职校校长？不认识。嘟嘟嘟，电话挂断了。我站在原地冷笑。柳正营，柳校长，您还真是为了侄女，不惜赌上自己的前程。那好，你出招，我接招便是。为了增加成功率，我提前给柳如烟大伯打了电话。郑乔同学，你想好了？这是等着我呢。开口就直奔主题。我笑着说，柳如烟的事情不用谈了，我不会妥协的，犯罪的人就该受到惩罚。我就是想问你，你非要插手吗？哼哼，你说的这是什么意思？我听不懂。如果我放弃追究柳如烟，你是不是能让我顺利入学？那肯。呵，这也不是我说了算的。柳如烟大伯立即改变话术。我挂了电话，靠在沙发上开始写小作文，把我跟柳如烟的前因后果，包括日记、考场视频、污蔑强奸视频跟招生办、柳如烟大伯的通话内容等，统统发到了自媒体上，实名举报。为了热度，我甚至充了200块买流量。结果是我想多了，不用充流量，视频很快就爆了。短短几天，在网络上引起了轩然大波，各大自媒体、媒体纷纷转发评论，还有记者给我打电话要跟我了解情况。这才短短1天时间而已，我回复私信回复到手软。接下来的采访不下10个。当晚，我家门口就挤满了人，除了了解情况的媒体，还有柳如烟的大伯柳正营，但他钻不进来，大吼着说让让。但是别人都以为他是来抢第一手资讯的，怎么可能让他挤进去？最后只能在后面排队。为了帮他，我指着他喊了一声，他就是视频里涉事的校长柳如烟的大伯。一听这话，柳正营瞬间成了焦点，记者们纷纷围住了他，问3问4。我终于清静了一会儿，接着就是大学招生办的电话。郑乔同学，你怎么没了解清楚，就在网上随便造谣呢？上来就是指责。我淡淡回应，我
我录音呢，老师，您继续。啊，那个，我是说你被学校录取了，录取通知书马上就会发出去。我考虑考虑吧。事情已经发酵到了这个地步，找我入学的招生办老师们门槛都快踩平了。我已经不在乎这所学校，这所学校的行事风格让我的第一印象感觉很差。电话挂断后没多久，我打开短视频平台，看到有不少艾特我的大学，公开发文邀请我入学。我的分本也不低，985几乎任我挑。我把爷爷喊过来，让他帮我选。爷爷，你看这么多大学，咱们去哪儿？我也不知道啊。爷爷发愣的样子非常幽默。那爷爷，这几个城市你最想去哪个？北京远不远？我想去天安门，看看他老人家，要不是他，咱怎么能凭卖糖葫芦就活得好好的？你又怎么能有机会上大学？不给人当奴才就不错了。不远，那我们就去北京，北大还是清华？爷爷猛地看向了我，北大、清华。我会心的笑着点头，跟他们录取分数差的不多。招生办老师给我打电话了，改回高考志愿时，其实我留下了北大。婉儿，咱祖坟真是冒青烟了。事情发酵了整整1个月，柳正营被停职调查，那个招生办的老师也被停职了。两人具体是怎么交易的不清楚，还没公布，我也没那么好奇。假期结束，我和爷爷踏上了求学的路。收到录取通知书后，我得了不少奖学金。学校知道我家境困难，也帮我申请了补助金。我在校外给爷爷租了个便宜的房子。爷爷是个闲不住的人，来这儿没多久就又操持起了老本行，在学校附近卖糖葫芦。我给租了个摊位，课程闲暇之余也会去帮他喊两嗓子。走过路过的学长学姐们看一看，哎，咱家糖葫芦童叟无欺亲，校友打8折，哎。走过路过的家长们看一看，哎，咱家就是靠这糖葫芦供出个北大生，哎。结果卖着卖着，爷爷的糖葫芦摊竟还成了网红打卡地。有人曾劝我爷爷抬高价格，很赚一笔。我爷爷回应说，娃儿都上北大了，以后的路宽着呢，赚点小钱够俺们吃喝就行，昧良心的钱咱不能赚。又过了几个月，柳如烟的判决下来了，因篡改他人高考志愿、诬陷，被判处有期徒刑大几年，这辈子算是彻底毁了。而我会好好的完成学业，开启属于我的人生，这一世圆满了。全文完。